你会发觉啊，我们在分析头发的时候，除了头发当中的天然色度以外，还有底色以外，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情况。什么样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头发上面呢，它不是完全的底色，上面有很多什么？这种人工色素 no， 有非常多的这些，你看这些人工色素在上面，你就是没办法，第一下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底色。你看这上面有很多人工色素，你看很多人工色素，就是我们说的离上次染头发的时间比较近，或者是它上次染过的这些人工色素特别的什么？特别的多啊，或者是颜色比较深，都残留在头发上。然后这个时候他来找你来染头发，这种就会出现了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的这几个图片看到这几个图片，这图片上面是不是都是一样？你看这个头发刚刚染完是个铅笔灰，当然这是我给大家找的这些图片刚刚染完的一个铅笔灰。这个是什么我们曾经好像是2期还是3期学员有一个发在群里的，我就把它截图截下来，是吧？那个时候就是搞了一个什么，以前染了个伽马染了一些这样子的这种包裹性的染膏，一飘起哇，才发觉尾巴的地方这个地方好多的人工色素，对吧？还有这种情况，天然色度在这里，发尾的地方确实有底色，但是在底色的上面是不是有很多人工色素对吧？这个可不是完全的底色哟，上面有很多的人工色素，对吧？中间也有人工色素，尾巴的地方也有人工色素。那这个也是刚刚染完，对吧？染完了以后怎么办？这些地方染满了人工色素，因为是天然色度，这是黑发因为底色不同，所以用一个比较偏灰的颜色去染，发尾的地方底色很浅，就发灰了。发根的地方，这些深色的地方底色没有那么浅，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棕色了。这种情况，还有是这种，对吧？这种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他过来盖白头发他过来盖白发，那盖白发就是新长出来只有2厘米，对吧？这些地方就是天然色度3的，然后很多白发30%、40%。那发尾的地方怎么样？发尾的地方因为离上次染头发的时间很短呢，它需要盖白。这个发尾的地方是不是有很多人工色素也有很多的人工色素，而且这个人工色素还蛮深的，对吧？一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什么？色素沉淀，发尾的地方偏什么？偏暗，是不是？还有像这种情况，你看这种情况也是一样这是我前1-2个月染的模特，这个模特来了以后，你会发觉哇，他染了一个头发，这个地方怎么样？非常深的人工色素在这里，然后头顶呢还是比较浅的人工色素，发尾的地方很深，对吧？这种我们要先分析出来，接下来想办法怎么去解决，把它变得更好看。那像后面这个也是一样，怎么样？发尾的地方看见了吗？有好多的色素，人工色素怎么已经沉淀了？它不是底色，一看就不是底色，对吧？很多的人工色素已经沉淀了，那已经沉淀了，我们怎么去解决它所以还分为这些情况。好，那讲到这里呢，其实呢，我们呢在分析头发这一块呢，其实是蛮简单的。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大家好首先第一个，我们分析头发要分析哪些点仔细听好当这个客人来到你们店里来，这个头发上面只有3种情况，就是头发上面它只有3种情况。一种情况叫做什么呢？天然色度。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底色。另外还有一种人工色素。也就是说，在这个头发上，不管这个头发是什么样子的，它只有这3种情况。要么这个头发就全部是天然色度，处女发从来没染过，可不可以？可以，对吧？要么他的头发上前面是天然色度，后面的是底色，对吧？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他头发前面是天然色度，后面的地方没办法看见底色，是什么？后面的地方是什么？人工色素。人工色素在上面，底色没办法看见，有底色，但是人工色素特别多，对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头发就分为几种情况，没错吧？不会有另外一种了。要么就是天然色度，要么就是底色，要么是人工色素，要么就是其中含有2个，要么就含有3个，也有含有3个的，对不对？前面这个地方是天然色度，对不对中间这个地方是什么？人工色素。为什么？因为它是可能中间染的没有退，发尾的地方一点点完全是底色，
也就是有的头发上它们这3种情况也都会存在，所以我们分析头发就会这3种情况啊。那分析好了这3种情况以后，接下来了解了以后，我们要去针对于这3种情况去干嘛？去做选色和去达到我们想要的什么染发效果。我们需要通过因为我们一定要清晰的知道，你如果判断错了那就惨。那也就是说什么呢？明明后面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是人工色素，对吧？但是你判断它是什么？判断它是底色，那就搞不定了，那就没法搞了。大家知道吧？那就没法搞。底色是什么？底色是上面有没有人工色素？是我们的天然的头发啊，这是底色。人工色素是染上去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如果是人工色素，我们再去染人工色素，人工色素是染浅不了人工色素的。我再说一遍，人工色素是染浅不了人工色素的，明白吗？我们只能把头发的底色再染浅，但是人工色素是什么样子，它还是什么样子。我不可能把人工色素给染浅，没办法。所以哪一些头发需要改色，哪一些头发不需要改色或者怎么样，你们一定要先把头发分析得很准确，你才有可能通过选色把这件事情很完美的解决。如果你抓不到病根或者搞不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们所有的这些选色和操作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这个，后面的过程对你们来说就完全没有意义。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晰的非常的准确的认知，好不好？OK， 然后呢现在呢北京时间也就12点钟了啊，12点钟了。那今天呢是第1堂课，我只是把色彩根基的多少的内容呢，可能10%都不到啊，10%的内容吧，可能10%都不到，我讲给你们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讲的这个速度快不快啊？就是我现在讲的这个速度，我不知道快不快，但是呢，我现在这个速度是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的，我是慢慢的才进入到这个课程的这个过程，让你们先感受一下，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明天的课程啊，接下来第3、第4节课的课程，它会慢慢的进入到非常快速，是内容更丰富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呢，需要你们呢比现在更认真、更用心啊，更认真、更用心。所以呢，我会建议你们为什么不要什么6号 ，OK， 不要去这个打字啊，或者是老是记笔记，重要的记下来。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晰的，把它记起来，更多的是跟着我的思维，跟着我的讲课的思维，这2个小时一直跟着我走，这样对你们的帮助就会非常的大啊，就会非常的大。我也答应你们啊，你如果6堂色彩根基的课程跟着我听完，认真的听完，在色彩方面你们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非常大的飞跃。因为我对我自己和对我这个色彩根基编写的这个课程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做教育已经做了20几年，我见过的这些行业的人，我也非常清楚你们需要什么，我也知道这个课程当中有什么，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能把6堂的色彩根基的课程从0到100很认真的去听起来。当然你们有可能是就是你们没办法的啊，因为已经有这么多人，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啊，甚至有很多学校的老师啊，很多学校的老师和这个行业的什么大咖啊，都来听过这个课，我也没有见过哪个人可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个课程100%的学会。如果你们能够100%的学会，你们完全可以做老师。如果你能举一反三，那你就更好，对吧？但是这个色彩根基的课程它就是这样子，好吗？我希望你们能够跟着这个直播啊，把这6天的时间空出来，每一天2个小时，跟着我的过程去听这个课程，对你们来说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了，已经2个小时的时间。